感谢神，这次我们的课程是末日进程。那我为什么要分享这个主题呢？其实从小开始一直到现在，真的越到末日，末日的信息量就变得非常的大。那不管是从各地兴起来的先知，或者说守望者，或者代祷者，或者一切，每个人他们都可以有自己的领受。但是呢，每一次的领受总让我感觉到我拼凑不出他们每一个人所讲出来的意象或者感动，他的时间点到底是如何，他怎么样发生这些次序。这些末日有很多的事情要发生，但是哪一个先发生，哪一个后发生？我觉得说前后的次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如果说次序的真理弄错误的时候，那它会把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一些 schedule， 或者说我们的生活重心，或者说我们很多的解经，都会产生一些错误或者误区。所以我发现说，神在各地兴起的先知，他们解析末日的奥秘，它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托付跟责任。因为呢，到了末日，神说的他会像妇人临产的时候一样，他的阵痛是越来越剧烈的。所以我也相信这些神的先知所解析的末日的奥秘，他会在众人的眼前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详实。但是一种拼凑不起来的一个末日观，会让人找不到一种稳定性，一种到底我现在面对的局势，还有我现在处在哪一个轴线上面，还有在末日我现在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觉得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轮廓，所以我才会下定决心说我要来研究末日的时间轴。因为末日的时间轴也就是末日进程，它对我们现在的信徒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我现在不清楚时间轴，那我就找不到我的定位点，我也找不到我的实力点，我找不到我现在在我短短的人生的这个时间点里面，我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尤其讲到末日的时候，总会觉得说那是一件非常遥远的事情。那我现在又能够做什么？如果他那么遥远，那又与我何干？所以在我们按着次序认识神末日的原始初衷，就是要来明白神怎么样透过圣经找出他的蛛丝马迹，寻找神给世人的末日密码。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神警告我们，耶稣有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所以我相信在末日有很多的教导，它是让信徒不知所踪的。那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站在审判台前，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站在基督台前来交账，为每一个人的行为，为每一个人的选择去负责任。因为耶稣有警告说，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到坑里面去。所以跟随的后面的瞎子不能够说，因为前面的瞎子错了，前面的瞎子掉坑里了，所以是他的错，是他让我掉坑里面的。如果后面的瞎子他是睁开眼睛的，他不是瞎子的话，他会知道警戒，他会知道有坑，甚至于他也可以告诉前面的瞎子说，你要小心了，因为你再走一下你就掉到坑里面了。所以我就下定决心说，要为自己所领受的，为自己的人生，为自己所领受的真理去跟神交账。或许我所领受的不完全，但是我尽力了。或许我领受的是我现在的领受，不代表未来我也是这样的看法，但是我为我所认知的真理，我去付代价了。所以最低限度我能够跟神说，以我小小的智慧，以我小小的领悟，我目前是这样子，
有更深更奥秘的，我也相信神会站在这个基础上面，会有更多的开启，更多的引导，甚至于是抛砖引玉。耶稣既然说，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就是要我们预先明白，预先思考，预先理解神在末日的作为，这样子当时局进入末时的时候，我们才不会入了迷惑。耶稣并不希望我们在迷惑里面糊里糊涂，但是如果不要糊里糊涂，我们必须就先有一个末日的轮廓。就好像今天我们不论要去哪一个地方，我们对这一个路径，我们是有大略的轮廓的。有了轮廓，当我们的车开到那里，或许发生了一些路况，或许发生了一些我们之前可能没有仔细思考的一些区块，但是当我们走到那个光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更加的明确的一个方位，我们就有时间去厘清。如果我们一开头我们就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就不知道东南西北的话，那我们要到达我们所要去的地方，那我们就会浪费很多时间，我们会转很多弯。所以我们这次的主题叫做末日进程。那末日进程呢，我把它分为9个时间轴。第一个时间轴是神赐给外邦人的时间，我所谓的外邦人指的是外邦的信徒。第二个呢，我会重点放在末日的光景，末日里面会有哪一些的光景。第三个是末日的圣城有什么光景，末日的世界光景跟末日圣城的光景不一样。第四个呢是关于末日战争的，末日战争是战争，但是末日战争还有在进入千禧年这中间的区块，所以第5个叫做战争末期，第6个是战争之后。战争之后有关于外邦人的，关于以色列的，关于万民的。再来第7个时间轴是千禧年的时间轴，第8个时间轴是千禧年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第9个是新天新地。那么求神帮助我们把这些经文理清楚。那这些经文是来自于整本圣经的收集，是来自于整本圣经所归纳、统整、体察神在每个阶段的计划作为。更重要的就是神对我们这些末日基督的心腹，或者说天父的心腹，心脏的心，肚腹的腹，心腹，我们都是神的心腹。那神对他的心腹有什么样的期待，有什么样的警戒跟命令？那神原汁原味的话语才能够让我们分辨末日时局真伪的测量计，去纵横理解神在圣经中所留下给我们的线索，才能够跳开撒旦迷惑世界的虚假幻影。基本上我们会从不同的媒体管道得到很多的资讯，但是他们都是不同的政党组织针对自己的理念所发出来的资料数据，有多少的真相和人为的控制，我们没有办法从我们最后所得到的这些的数据去考证他们的真假，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跟着政党或者组织所发布的消息来充满我们的思绪。我们要理解末日，我们是要在上帝面前查验，对准神心意的红心，跟神一起同步，跟神一起同工，一直到耶稣降临的日子，才能够与他一同作王，一同进入新天新地。所以我们要从经文里面来为末日画册涂上它的彩色。